它的结晶沙整个泡出来，然后它这边整个凸起来的。阿鲁应该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。对啊，就这边整个一颗，可这个也是旧伤，因为这边是它很常在使用，而且这边是这边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最痛的，所以这边应该会相对好一些些。感觉没有比较好。我打开。然后再次血量又用没了。身体上沙会知道，我是慧君，我今天是阿卢的刮痧治疗师。开刮前老规矩，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，让我们更有动力去拍出更多刮痧的教学影片来服务大家哦。如果不订阅的话，怎么办呢？扣杀你！我现在刮它的肩胛骨的内侧，那因为这边是我们的菱形肌，它会控制我们肩胛骨往外扩的速度。那对于排球选手来讲，他不可能扣球扣出去之后，然后他肩胛骨会飙走嘛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的离心收缩就会很重要，我们要做一点加强。再来是我们的旋转肌群，我还把前面先刮完，就是因为旋转肌群，我觉得对你来讲会特别痛。你还健在吗？还可以吗？你还行吗？我会想办法让我的灵魂不在这里。难吧？我说，哦，我在夏威夷，我在夏威夷。怎么可能？下一秒就直接回来了。好啦，我前面都稍微刮完了，我觉得到目前为止，我自己觉得都还好。但左肩有一点点，它的结晶沙整个爆出来，然后这边整个凸起来的。阿鲁应该有感觉，有感觉，有。对啊，就这边整个一颗，对，可这个也是旧伤，那就代表说他今天可能在拦网，或是我们刚刚提到他在举起来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的控制可能没有控制好，或者是左手力量比较弱，所以球一来打的时候，他的反作用力震到了他的肩膀。他一直在录吗？对，还是在录。对，这样的部分可能今天应该是没有。好，旋转肌群在这个地方摸起来就超硬，因为这个球类选手非常的常见。那我们要可以上往下刮，这个它会超痛，因为这边是它很常在使用，而且这边是击上啊、击下击，它在杀球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都要去做一个离心的动作，所以这个地方都会是非常重要的。在那里，这边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最痛的，这边应该会好一点点，因为那个跟杀球有关，然后这边你只是举，所以这边应该会相对好一些些。感觉没有比较好。所有的球类选手来讲，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要特别的去做一个放松，这样对他们的表现才会比较好。那我们接下来一样是脖子前侧，那肩关节其实锁骨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然后你会发现，它刚刚所有的姿势都会往前带，所以它这边的筋膜也好，肌肉也好都很紧绷。那以下的话就真的是没有学过就不要刮哈，因为会比较危险。那我们就顺着它的脖子前侧这边轻轻的顺刮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他在做举球的时候，他的胸锁乳突肌都会很用力，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轻顺。再来是下巴，下巴这边就很安全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力道压下去。那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肌肉的附着点，下巴这里，因为肌肉的关系，所以这边已经出来了。好，我们脖子轻顺就好。接下来是锁骨，锁骨对于肩膀、肩关节来讲，锁骨要一直旋转。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会蛮痛。右边，那我们刚刚有说右边，因为胸大肌，因为它要做杀球动作，这个地方非常的硬。两边这边是肌肉感觉有结块，所以忍耐一下哦，嘴巴打开，脚拉出来。这个滑的声音真的好大声。对，因为它的肌肉很硬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就是针对它的这边有一点结块的地方，很痛，连摸都很痛。对，然后他刚比完赛季，对，左手的部分的话就会相对好一些些。二头肌肌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我们都也要帮他稍微的顺刮一下。每一个专项都会有专项的特异性。那针对排球，我们刚刚做的动作分析，它的左肩上斜方肌是它比较有问题的点，左边肩胛骨有受伤，而在右手的部分则是胸大肌，是它最主要我们要去做加强的地方。除了有一点杀出来之外，它其实里面都是结晶沙，所以它这边其实会很痛。然后因为它肩膀比较往前，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胸小肌比较深，可是它的附着点在这边，它会到会凸的地方，在这边也会有个点。所以我们在刮痧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自己有一个刮痧的地图，然后去把它刮出来。然后这边一样是二头肌的肌腱，那我们一样可以稍微的做一点顺刮，然后避免
它在下一个赛季，然后一直使用，很重复的发炎，然后它就钙化，然后就断掉，那就会很危险。最后就胸口啦，嘴巴打开，然后再次血量又用没了，再1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快好了，应该会比较不痛。7、8、9、10，好，没了。所以我们的脖子已经刮完啦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刮刮看它的腰，因为我们刚刚有很多往后拉的动作，那我们刚刚已经把它的肩颈都已经处理完了，而我们接下来会来到我们的腰部的地方。那因为我们在扣杀的过程当中，当它出去的时候，它其实会带一个旋转，然后把球给打下去。左半边的腰是比较往后的，右半边的腰是比较往前的，所以它是有点这样子做旋转的。而长期之下，有可能它两侧的腹部的张力会不一样，容易会腰酸背痛。那我一样涂一点我们的专业的刮痧油，那么把它涂到有一点油亮的之后呢，使用的是我们传承款的刮痧盘。那我采指扣握的方式，由上往下刮。这边要用传承款刮的原因，是因为当你今天的肌肉是比较大又比较肥厚的时候，原则上我们基本都会用传承款刮，而且传承款刮盘是可以刮全身哈。那你会发现腰对它来讲非常紧绷，而且我在刮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吗？我尽量忍住不要大叫，不行。好，等一下可能会用一下你的侧腹。因为它的侧腹在旋转的过程当中，它的内外腹斜，然后还有里面的腰方肌其实都很紧绷。一样上往下刮，全部开始出来了。所以你会发现腰的出痧量比刚刚上半身还要来得多，就是因为我们上半身上次刮过，所以它是呈现一个比较进步的痧的状况。可是下面你看这边是整条，所以它一颗一颗的，所以真的是太紧绷了。而且有时候选手很容易拉伤，所以我们就要帮他们都一起把这边的肌肉放大，这边也很痛哦，因为这边好发痧块。我们的腰椎正中间这边超痛的，它会越来越痛，因为它会在每一节里面都藏一些结晶沙。所以对于跑防护，好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们在刮的时候，如果我现在是赛季当中，我可能就会这样刮，你就会发现它反应不一样。可是如果说现在是结束了，那我可能就会这样刮。我的力道会不一样。那在这个地方一样一颗，很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里很痛。那这边是它的健胯关节，在刚刚所有的弓箭步当中都会用到。模特儿快不行了。然后因为它是右撇子，所以我们刚刚有说它很多的惯用脚都是在左脚，所以在左脚的部分。它的疼痛感，我猜应该会相对剧烈一点。那我后面的部分就大功告成啦。接下来我们会来到核心跟一直跳跃攻击的股四头肌。你也很久没刮，我觉得我刚登什么？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刮我们阿卢的脚了。刚刚听说跳100下，对，因为排球里面不管是拦网啊、攻击啊、发球啊，都是在跳跃。对，我们一开始的假设是他左脚应该是会比较紧绷的，就没想到我们刚刚在摸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右脚是比较硬的。然后后来阿卢给我一个资讯，就是长短脚，右脚比较短。他右脚在比较短的情况下，他有可能在一开始发力的时候，两边承受的冲击力道就不太一样了。那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他现在是有在学排球，或者是他有跑跳，会有起跳脚的话，我觉得两脚的平衡发展也是很重要，所以他的训练量要两边要一样，或者是再抓出来额外做训练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一样涂一点油在我们的大腿上面。那这个的刺青，对，因为我们查资料的时候听说这个刺青是有一些故事的，是那个刺青的英文就是 Everything's happen for the best， 然后它其实中文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很喜欢这句话，然后在很多事情之后也觉得宇宙冥冥之中都是安排好的，所以也是放在你心里的话了。对，这条会非常很痛，那样很痛。这一条俗称叫胆经，但它其实是我们的髂胫束。那髂胫束对于跑者来讲，很多人都会有跑者膝，所
所以像他们也是都要有步伐。其实，在排球里面，步伐其实也是你们基本功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看很常你们在练一些步伐的交替，然后他们都然后一直来回的跑。很多，我觉得很多运动项目可以看到我们在做那个绳梯，就是在训练步伐。对，所以它这一条一定是超痛的。痛的那种。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跟上面刮的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们现在就是让它刮到皮肤有点红红的就好了。那你会发现，其实我们像这样子用刮痧盘稍微的刮一下，就其实就会很有感了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来到我们的小腿的地方，前面是胫前肌，那它对于我们在跳跃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因为对于选手来讲，他们要非常强大的抓地力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它脚筋其实很明显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沿着，我已经比较小力了，稍微刮一下就好了，顺刮一下下，还可以吗？好，这样就好，都很轻柔，甚至用背面都可以。我们的刮法里面其实有8大刮法，那在我们的书或者是说我们的专研，然后或者是我们下半身的线上课程都有提到哦，所以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就在我一边讲话之际，其实我已经快要把它的正面给刮得差不多了。老师，我想问，为什么刮腿的时候没有让它出痧？因为脚的痧会很严重，对，所以通常我们不会让它完全出来，怕它退很久，然后会很肿胀，而且每个人都要一直走路，所以就会不太好退痧。那我现在把左半边给刮完了，那我们现在要翻面。所以是不是应该每天都帮自己的腿刮痧会比较好？如果说我们今天每天帮自己的腿刮，其实效果会还蛮好，会比较轻盈。而且有人会说腿是我们第2个心脏，因为腿的肌肉是很大的嘛。当你今天肌肉它里面是比较 Q 弹的，那你回去的血流会比较多，你下半身的血液循环比较好的时候，其实对你心脏的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好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，其实脚是我们的脾胃的延伸，手是心肺的延伸，所以当你今天脾胃比较不好的人，你也可以刮脚，对自己刮自己其实是蛮好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如果背面的话，我们现在刮的这一边是它的右脚，就是我们刚刚说它特别硬的地方，我们用传承款的刮痧盘，然后稍微一点点就好了，看起来很轻松，可是被刮得很痛苦。因为它的脚真的很紧，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就真的会比较痛一点点，就我让它踩着我的腿之后，我这边一点点就好了，这边是它自己是腱的地方，那因为一直跳跃，其实这边会很容易就藏一些伤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所以我会发现说，它已经刮完的这一边呢，它呈现一个比较红润的状态，那这样就好，就可以让它等下平躺，然后休息一下，那我们的脚就刮完咯。好啦，那我们刚才已经都刮完，我们从肩颈，然后腰，然后一路刮到脚，阿如还 OK 吧？现在灵魂回来了，那带着崭新的灵魂跟崭新的身体，你觉得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现在就是在刮前做这个动作跟刮后做很大差异，是我觉得我肩膀这边整个的负担都减轻很多，整个是轻松的。然后还没有刮之前，其实我光是举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这边的整个肌肉是真的很紧绷。对，因为他刚刚左肩确实是很硬的。那我们今天也刚好，因为阿如是职业队的选手，然后是专项选手，我们刚好可以带大家去看说，我们针对专项选手，那他的专项动作会影响到他的身体的机能是什么？像我们刚刚就有发现，他左边的上斜方肌就超级无敌硬，可是他在右肩的部分，他往前旋转的就比较多，而在两脚的部分，因为它的长短脚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是在它的右脚比较短的那一侧，肌肉是真的非常的硬。那腰部的部分也因为旋转关系，两边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带给大家新的刮痧体验啦。再来，明年2024年的1月份就会是我们职业赛的下半季，要不要宣传一下？对，就是我们的企业排球联赛，然后我现在所属的球队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T 恤，我现在是极速超跑企业女子排球队。那下一场比赛会在1月7号，在1月7号，台湾体大就是台中在台中下半季的第1场赛事，然后请大家可以就是脸书或是 Instagram 搜寻极速超跑女子排球队，然后上面就是我
们的赛事资讯，请大家多多的帮我们加油。好哦，然后这边也有阿卢的 IG， 那我们也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大家一起为我们台湾的选手加油，因为有你们买票，所以我们的体育界才会越来越好哦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感谢阿卢，谢谢慧君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君。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，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，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，我来学刮痧，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，一起刮痧护家，用爱刮痧哦。